来给你们看看，这是玉的。你们要看这些东西要拴好，不要摔地上。这是玉的，它不是当手，它是一个蝉，它刻的是一只蝉啊。可是呢，这个东西拿来当手撑子，刚好重量啊、尺寸啊，然后你可以盘玩。平常出去你就是在手上盘嘛，人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手上的盘玩的东西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一个看，来，你们拿去看要拴好。不错。这个是我弟弟做的，用一个轴承，一个轴承加上皮加上这个，变成一个人看，它变成一个这个东西，变成一个你可以，也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工艺品，类似一个工艺品一样的，这个可以这样拿着，啊。这就是藏的那个什么金刚杵，跟你们讲，金刚杵有很多种类。你看，这是不是刚刚好？这是老的，看，你们拿看，这也是金刚杵，这么小，你看，这个扁钻。它是不是像扁钻？金刚杵原来就是兵器，你看，这是不是？你看这是不是？这还有个穿，它不是这也是金刚杵，这个也是金刚杵，这也是金刚杵。金刚杵有仿的很多，也很便宜，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。这也是金刚杵，看到没有？尺寸啊、重量啊都刚好。这个更厉害，这个更厉害。中间的皮是它原来就有的，你看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古玉，刚刚好这个形。这是以前的工具，这边是铲，这边是砖。以前石器时代的这样子的工具，你看，它也是啊，我穿起来变成这样子。所以生活里面啊，就这样。上次那个黄老师。对，他这个也行啊，对啊，刚好。对，也行。这种你就可以盘嘛，因为它是什么沙漠什么木嘛，沙漠铁木嘛，这可以盘嘛，盘，它的颜色会变深。要小心哦。师傅，这种是故意做那么尖的吗？这可以伤人。哪个？这很尖，会伤人。是可以伤人啊。太尖了，是故意的吗？还是？对啊。他是故意的。金刚杵本来就是兵器嘛。这样子，这样会伤人。说这个有石器时代。对。我觉得是红山的，放横的。
对，这是新的，不是这么重。对，当我这边撑住，这个头不错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跟这个它的金属很有趣。是不是天铁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比较重。这个比较重。嗯，这是那个这个比较重。这好像是空心的。因为它会用那个泼蜡法做，就是里面是空的，对比较省材料。对它不是直接用模子，像这个用模子直接去融，对，然后再打一打，那也太尖了吧！超省的。是这上面有那种微抛浆的感觉。没有，这个是藏传佛教武器，它要那么尖，是因为它要破魔，把那个魔王邪祟去掉。啊，一个同一个，这个是铝还是？没有，它就是做一个工艺品啊，把它区分出来多变化。因为它那个现在针灸也有用一铜，还有一铝，哦，是啊，是吗？做平衡，好，可以通电吗？可以通电啊。有电针你不知道，你问你爸。这很有趣吧？这个，对，老师这块玉，哦，啊，是玉。对，那是玉。玉哦。他是用那个，然后他直接用那个把它弄稍微变成这样。我跟你们讲这个哈，Hello， 我带给你们看这些哈，不是说只有这个金刚杵啊或者玉啊有这个，因为我玩玉，我以前玩玉啊，所以玩玉的地方呢，它也有卖那个卖那个藏传文化的东西的，所以这都是顺便看到的，都不是我专门去找的。那你只要心里面有这个东西，我就跟你们讲嘛，你心里有这个东西，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因为我心里面有武术的这些，我有我们手撑子的这个东西，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把它看成什么手撑子。那你们在你们的生活接触面里面，也一定有这样的东西。只是你平常没有用这种角度去看它，所以你就不会发现它。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什么？一定有我们心里面常存的那个器物或者那个观念或者那个东西啊，它显化出来成一个器具。我们的生活里面都会有。我们需要的东西，我们的生活接触的周边里面啊，全都会有。当然，你不能说我的365天都不出门的，我每天在家里待着，那大概机会会比较少嘛。你但凡有一个兴趣，你但凡有一个爱好，你但凡常常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东西，外面的世界的，你心里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它就会出现。那个东西就会出现，这个是很奇怪的。你不一定要去看玉，不一定要去看藏传文化，当然它里面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是比较方便啊。可是我认为你在你们的工作或者生活领域里面啊，你有接触的范围比较广的话，你也可以看得到。听不懂？
啊，这就是那句话讲的什么心什么必有回响，念念不忘必有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这个是真的。这不是那个电影里讲的哦，那个是这是很早就很早就有的观念啊，所以重点就在什么？重点就在念念不忘。你头脑里有，而把这个东西当一回事，在那边放着，你不用急切的去找。然后我跟你讲这个，你明天礼拜天就跑到那个什么古玩市场，跑到那个哪边去找？不用。每一个东西，我生命里面每一个好东西，它都是自然出现在我前面的。重点就是说，它出现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你认不认识它？晓得吗？有时候我们的目标设定啊，我们的欲求，我们目标设定太过专一的时候啊，很多东西我们会看不到，它出现在你前面，你也一眼瞟过。因为你太专注于某一个方向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只是给你们举例参考，它可以有很多的啊，买很多东西，很花钱呐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有兴趣的东西，我们对世界产生兴趣，我们对这个世界啊产生好奇，产生兴趣，所以我们会喜欢的东西，会探索的东西，那个层面就会比较多，多了以后呢，你就会东看看西看看，你都会看看这个喜欢就拿一点，这个喜欢拿一点家里堆那么一堆，人家看是垃圾的东西，又花钱，但是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回应。就我们的人生态度，我们的生命对这个世界的回应是广泛的，是广泛的。有些人什么都不买，只看什么都不买或者他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很小，就在他的工作专业之外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世界，就是一个很乏味的人，很乏味的人。所以要当什么样的人就你们自己去决定没有说哪个好，因为当一个乏味的人，你的世界小，你把那个对世界的选择标准放得很严苛，你会比较安全，你会比较少花钱，你会比较少被骗，你会比较少犯错，很安全。我们这种把兴趣撒开的人很不安全，你被骗的机会多，你买错的机会多。缴学费啊？缴学费。可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。所以你要选择哪一种人，通通可以。是我后来学乖了，我都会设定那个学费大概对花多少就花，对，然后宁愿买高货也不要买。对，有时候买错有买错的趣味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骗？对，这个是很有趣的哦。你被骗了，我被骗，从来不会回去找那个摊主说你怎么卖我假东西，不会。我被骗，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会被骗？我当初执着的是什么？他的话术里面呢，什么东西敲到了我的弱点？当我想通这个，我这次被骗就划得来。
就我对我自己了解的就更多一点。是我前一阵子有被新疆那边，我汇了15000人民币过去，后来我大概知道说那好像是新疆现在新的套路，把翡翠那一套然后弄到玉里面。对呀、不过后来是有要回来，可是我那一次我就一直在复盘，我这整个过程，我为什么会中这个招？对，人家骗我们是很专业的，人家研究的很深入了才来骗我们，所以人家骗我，他也有花成本的。他是很努力的来骗我，好吗？这就是世界。那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，你要跟他多接触，你要多接触，才能懂啊。好了，这是给你们一个参考样本，好，去练练看。我现在有点开。好。